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啊！就在現實中間啊，昨天玩書也這個隨大流啊，趁熱點講了一篇關於斬殺線的這個視頻啊，得到了這個網友的這個激烈的反饋啊。雖然這個觀看者不多，但是反饋還是蠻強烈的啊。大概有3種觀點來反駁玩書。玩書呢，給大家啊尊重起見啊，給予回應啊。有一個觀點說，這個玩書這個視頻呢是。有個視頻嘛，這個武漢一個博主啊講的那個露營地的問題，他說你這個不是無家可歸者，是這個房車露營地啊，這個不排除。後來我又看了一下，不排除，為什麼呢？這個因為我當時看這個視頻的時候，我以為以這個博主的觀點來帶入嘛，他說這省了一個買房的錢嘛，是吧？這相當於就是不用買房了，是吧？啊，因為他到實地拍這個到底是不是房車露營地，他應該清楚，我是不大清楚的，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。但是即使这個情況，玩主還得回應一下，就算他拍錯了是房車露營地，難道中國就沒有流浪街頭的人嗎？我看了最近看了很多深圳的視頻，寒冬下是吧？哎，各種地方躺的都是這個流浪者，對吧？這是深圳啊。這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都有，看不到嗎？啊，真要是都看不到了，那就來了更大的問題。這誰想讓你看不到的？因為這很正常，失業者是吧？這個親情幫助沒有，他這流落街頭也很正常。除非你政府拿錢呢，給錢。政府有沒有錢呢？也沒那麼多錢來支撐，對不對？有一部分吧，中國有孤寡老人這一部分有，對吧？所以我簡單回應一下。還有一個網友來的扣個大帽子給我啊，玩書什麼大外宣，哎，我的天哪，玩書是大外宣，你好好看看玩書的前後文，好吧，前後視頻多的是，玩書是大外宣，好不好？哎，如果這個中國政府願意哈，像那個徐老師、徐某人一樣的給這個一個月4萬歐元，我告訴大家玩書怎麼回應啊？你給我4萬歐元，我就把這個頻道轉讓給你算了，你就經營了，我不經營了，好不好？你愛發啥發啥，你宣不宣都是你的事兒，好不好？我就1個月4萬，行不行？哎，我願意幹這個事兒啊！哎，玩書這個道德水平沒那麼高，好不好？第二個回應啊，第三個回應呢？說的深一點啊，大概他稱我老哥嘛啊，我表示感謝啊，玩書還沒那麼老啊。這個他說個什麼例子？就是說他說玩書你說的加拿大對吧？加拿大對吧？人少啊，所以他福利高啊。那麼加拿大的福利能夠撐多久呢？他拋這個問題，我就順着話捋嘛。我說那好，那你看看日本，那人口密度夠高啊。人家這個福利救助，是不是比中國強，對吧？所以這人少不是這個國家沒有救助福利的這個因素，我這麼來反駁他。然後我說的日本人，他又說那日本的 GDP 大嗎？是吧 ？GDP 大這個是吧？當然，哎，反正繞來繞去啊，說白了啊，大家都用個邏輯來思考，好不好，兄弟們啊？玩書這個視頻講的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。斬殺線這一塊，在美國啊，在西方國家隨處可見，但是在中國見不到。也就是中國這種社會福利救助制度明顯比西方好。玩書在反駁這個觀點，哎，來質疑這個觀點，給出了玩書的理由。什麼理由？第一個理由就是你看不到的，並不是沒有，對吧？就像我還專門舉出來這個疫情的數據，對不對？死亡率，對吧？哎，據說這個中國這個死亡人數、死亡率是全世界最低的，死亡人數全世界最少的，你信嗎？如果都信的話，對不對？那玩書不用玩書做視頻了。玩書為什麼做視頻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實因為玩書在中國，在其他地方啊，社會上呢很多。你像我在這個2018年左右，我還想把我這個公司搞上市呢，是吧？實現這個王健林的這個1個億的小目標了。當時他是雄心這個壯志，是吧？後來是因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事實教育你的很多東西你做不出來。我當時我做這個管理諮詢公司，我覺得做得很好，我覺得这個產品也很好，市場也很不錯，為什麼就做不起來呢？它整個經濟在全球在往下栽，你怎麼做得起來？
對不對？所以說，在這個情況下面，我們要通過這個現象看本質，然後找到自己的問題所在，然后進行，是吧？像你是隨大流也好，是順應這個潮流也好，你不要逆潮流而動，對不對？你像疫情之後，我很快就把中國的這個公司關掉了。我也知道為什麼，起碼你有3個月的緩衝期，3個月的適應期，那一搞半年你就沒有收入，你公司能不能撐得住，是吧？比爾蓋茨說的，他的公司都是21天隨時會倒閉，21天就搞不好就會倒閉，對不對？所有企業，不管大企業小企業，都面臨这個經營這個問題，對吧？是這個問題，我們要看清現實。通過讀取這個數據啊，來看當下斬殺線這塊到底是西方好還是中國好？為什麼西方看的這麼多？是有原因的。我還說也講了，我認為3個原因。除了前面的數據各方面掩蓋之外啊，比方中國這個搞城管，不讓你的街頭，是吧？把這個趕走了，趕到讓你看不見，那這是一招了，是不是？當然還提供一些這個基本的東西，基本的這個像中國的孤寡老人，他現在有基本東西有一點，但是不是中年失業？中年失業你這個就1-2年這個失業保險金嘛，後面怎麼辦？你後面沒有就沒有了。但是美國呢，我說了，它一個是有社會救助比較豐富。它的食物來源看病這個沒有問題，國家都抵了，住房有點問題，對不對？所以造成很多人呢，他有時候喪失信心了，是吧？所以有時候讓他这个貧窮可以磨練意志，再繼續往上奮進，因為人一旦失去了這個奮鬥的意志、信心的話，他就頹廢了，一頹廢他就跟不上了，那就真正斬殺了，這就是在親戚這塊，那麼華人毫無疑問，這個家庭這個親情關係留得好一點。但是，一旦這個父母去世啊，你這個七大姑八大姨是指望不上的。我就拿我說吧，我在中國，你親戚朋友說我給他點錢，這個沒問題，但你要長期給，那也受不了。我在我們的同學群裡面，就有一個同學的疫情期間生意不好，另外一個同學給他上10萬，這個我知道。他也跟我說呢，他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，這已經是幫很大忙了，對不對？誰也沒個能力幫你兜底，無限兜底啊！一年給你10-20萬，每年給啊，誰也沒這個本事，是吧？有這個本事，說句實話，玩叔也不用在這做視頻了，對吧？所以呢，親情留在這一塊，中國肯定毫無疑問比西方要強一點，但是也不能指望太多，對不對？第三個就是毒品了。那麼中國人他可能喝點小酒啊，他不至於完全頹廢，是吧？但是你要酒喝多了也不行。但西方的毒品拿到很容易，這個人一吃毒品，一注射毒品，那更往下垮得快，那就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了，那就真正被斬殺了，好吧？所以說這是我昨天一個觀點，大家回顧一下。那麼今天呢，我呢看到一篇文章呢，是誰寫的呢？是這個國家數據局陳榮輝博士牽頭34個調查機構寫的一篇啊，標題是叫“中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急增”，就是到了2025年5月份，中國約有2400萬無家可歸者，這個數字比2020年翻了5.3倍。那麼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一個虛假的網傳的呢？我這麼看的啊，我看它的那個數據統計的還是非常這個完整。不像是假的，但這個數據沒在國家的這個統計局網站上發布，這是不是內部摸排的一個東西啊？我這麼看露出來的，所以我認為還是這個可信度還是比較高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這個數據呢，做一個參考，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啊。我把它整個這個數據文章跟大家看一遍啊。他呢牽頭了34家這個調查機構啊。那麼內部的匯報數據顯示呢，到了今年5月，那到底是24年5月還是25年？這個我還不大清楚啊。我們就且當25年吧，好不好？有2.41千萬啊，就2400萬啊。那麼這個數字呢，比2020年翻了5.3倍。大家知道，這個在疫情之後翻得很快，這是跟我們的感官是一致的，是一個危險信號。那麼此項調查呢，沒有涵蓋縣級和村級數據，以及隱形無家可歸者。你看我昨天講了我的表哥的事情，那他是有家的，就是因為我這個姨去世了，他的收入就減少了，他也有點小收入，還住的有房子，
但是他这个精神頹廢，每天喝點小酒啊，這一喝這個酒質量也差的，把肝腎就喝壞了，就人要不幾人就真的被宰殺掉了，是吧？所以他有的不一定是這個明顯的外面流浪街頭，但這種情況下面，因為他你想嘛，人他如果是到個年齡，他沒什麼正式收入，是吧？家裡親情紐帶關係也沒有，也沒有社會地位。他就精神就頹廢，他一定就是每天喝點酒啊，就是他這個狀態，精神狀態就垮掉了，一垮他人家也垮得很快，啊，這就不說了。我覺得他這個說的很到位，每句話都說的分析很到位啊。這個陳榮輝博士啊，據說現在福建也當了這個調查局的什麼這個局長了，副局長了，不管他。他在被調查的無家可歸當中呢，年齡低於33歲的佔比是61%，而2020年則為6%，增加了10倍，就是年輕的低於33的。哎，這個和我們的感官是一樣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中國現在失業率大，2億的就業人口呢，50%失業啊，或者沒有正式工作啊，都是你打零工那個撐不住的，是不是？61，年齡超過65歲呢，大約在25，而2020年數據呢，年齡超過65歲呢，大概是在69，就是那個時候人更多。現在是看，那個時候年老了嘛，你這個社會上可能就不需要你工作啊，你這個腦力體力都比較差了。但現在年輕人在上來，無家可歸者總數據呈現年輕化，注意又加了一個幼兒化。我開始還不大理解什麼叫幼兒化，所以幼兒化就是父母不管了，孩子自謀到外面自謀生路了，不管是農村的還是個城鎮的。你看這個數據，你要是沒經過調查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幼兒化，對吧？你瞎編不出來。好，再往下看，無家可歸者的家庭狀況是各不相同，其中約有403萬戶家庭隔代相傳。注意啊，隔代相傳。就是上一代流浪，下一代他也沒有正式工作，他也讀不起書，上不起學，他就流浪街頭。隔代，你看這個時候我們也造不出來，這個是編不出來的啊。以撿拾垃圾為主要食物來源，單身的流浪人群呢，98%是有原生家庭的，但親情背離啊，說了要麼是去世是吧？疊加失業、經濟窘迫、社會救助缺失，他們是社會遺棄的龐大人群。這個總結我覺得比較到位。按城市劃分，1、2線無家可歸者人口眾多。哎，照理說，你看1、2線是照理說1、2線是啊，說我們常人來講的嘛，1、2線反而是什麼這個經濟發達啦。哎，你看眾多，這和我的推理相匹配。為什麼呢？我之前做過文章說視頻專門說講深圳是首當其衝，為什麼呢？這跟美國紐約是一樣的，它的名聲在外，大紐約資本家的這個樂園，大家都去找工作，一去之後人去多之後找不到，那沒辦法，你流落街頭。他們又不願意走，覺得其他地方還沒紐約好呢，對不對？但是想不到一個人的這個叫做群體效應啊，所以1、2線城市無家可歸者最多，但因為這些城市的市容管理驅趕無家可歸者，注意啊，大家看啊，造成他們的生存的2次傷害。無家可歸者健康狀況堪憂，飢餓、寒冷、霸凌，遭驅趕、被性侵，導致意外死亡頻發，對吧？這個邏輯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。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你要是編出來，真不好編不出來啊。尤其像王叔這樣做自媒體，你打破頭，你想不出來這些詞語，想不到這些數據。2024年的數據顯示，美國的無家可歸者77萬，美國42.6，英國42.6萬，法國30.7萬，德國25.8萬。但這些國家人數是變化的，甚至在2到6個月內會得到政府和社會組織安置，回歸正常生活。但也會有新的人加入。那麼綜合平均數字看呢，無家可歸人數呢，在外流浪整體不會超過13個月，就1年多一點時間。但中國情況特殊，請注意啊，有些祖孫兩代啊流浪5年屢見不鮮。
得到的幫助和支持的機會渺茫，個別流浪者超過了10年。歐美無家可歸者衣食和醫療不是問題。你看，我覺得這個和王叔在海外生活這麼多年的感官一樣的，說明他是真心調查過，真心用數據統計過。住房則需要1年左右時間解決啊，確實，住房你是吧？人家你尤其你信用喪失之後，那個租房者不租給你，這老百姓的房不租給你，那怎麼辦？你靠政府的房，靠政府的這個有些房屋囤積了啊，這個作為幫助這些流浪者，那你這個房子那就比較緊俏了，需要1年左右時間解決。對於有小孩的家庭呢，住房40天內會得到迅速的解決。而中國的無家可歸者衣食是最大的問題，飢餓和寒冷是每天都要面臨的挑戰。我相信這篇文章只是一部分，但這一部分我們綜觀整個這個文章啊，我覺得寫得很到位，可以回答關於斬殺線這個東西方的比較，哪一個對普通老百姓的斬殺更加厲害，對吧？所以呢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篇文章的觀點。王叔呢，給這篇文章呢，我認為他是這個陳榮輝是寫的文章啊，不管是做一個統計數據，還是做調查，還是一個很有良心的人可以看出來。所以我也比較相信他的數據，給大家進行分享啊。不對地方，大家繼續和王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，謝謝大家。